哎，开头先插一段，这两天日本的软银 SoftBank 的手机用户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大家去看，我贴屏幕上啊。嘿，大家伙早喽！6月20号星期四，昨天拍摄了，昨天是合练的日子。但是呢，因为明天是休息日，对吧？按说我们是不发视频的，但是明天要发昨天拍的，因为明天是6月21号，是我加入大人的早训练1周年。因为去年多一天，然后每年还会往后错一天，所以今年的这个周3是19号，是昨天，正好昨天就发了这个 Go3S 的视频。今天第4个训练日，我们按照惯例回评论。一会儿跟大家也说说这个相机。比方我现在拿着就没有以前那个舒适，因为现在这个换成广角镜头以后，就只能横着拿才能拍横着的视频。行，那这么着，一会儿咱们聊啊。刚才又看见野口先生了，野口先生太努力了。现在小伙伴们可以配合我一个事儿，如果您是在屏幕前，今天是大河原先生60岁的生日，他现在在中国出差中，我们可以来一波弹幕，祝他生日快乐，我发给他看。不容易呀，你看他工作比我辛苦，跑步比我辛苦，比赛比我多得多。去年的6月份，就是大河原先生把我介绍给了我总看见在大阪城一起跑步的这一大群小伙伴们。去年的今天我摔伤的，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之后，我摔得好严重啊，掉了半颗牙，这脸先着的地，然后胸口再着地，胸口掉了半块皮，然后回家，对，还有一件坏了的衣服 ，Oregon 的背心啊。回家一条先生发视频，因为去年的明天是我要第1次参加合练的日子，我当时都不行了。我说大原先生，我受伤了。那时候还不那么熟呢，想想都1年了。行吧，咱们开始回评论。黑色的 Go3S 会不会更发热？怎么说呢？我是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它发热之前应该就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续航了。关于续航，我们就说说它电的问题，还有充电的问题。前两天下雨那天，我不是说我忘关机没电了吗？就忘关拍摄了，不是忘关机。那天是断断续续拍了4段视频，第4段忘关了，一共累计加起来是32分半，就是这4段视频。然后这是台新的机器，充满电出来，所以差不多和3代是一样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每次其实也不一定固定是多长时间，3代有的时候极限，最极限一次我拍到了36分钟，然后大部分时候就是30分钟出一点点头。但是这一代它提升了分辨率，就至少它每秒向它的存储写入的速度提高了，就写入的数据量提高了吧，我这么说。但是其实它的感光元件就是 CMOS 是没变的，镜头模组变了，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关于充电这事儿呢，就是它这个后边那几个点位不是秘密，就是2个点是一个5伏的供电。虽然它本身的那个充电盒会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它默认量不是5伏，可能要激活一下，但你就给它一个5伏的是没问题的，就可以 DIY 的。我看有人 DIY 那个，把这个帽子夹后边掏空一块，然后接上线，接到一个迷你充电宝，那个线从帽子过去，迷你充电宝在帽子后头。迷你充电宝就跟那种差不多，就跟跟那种就口红那么大，对吧？差不多。哎，那是一个挺好的方案。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就是等看官方会不会采纳我的建议，出一个充电盒了。紧接着就是昨天会长，真的会长，现在因为假的太多了，我也是看了半天，后来我点进去看了，也是真的。我发评论说数据浮层怎么办？我的说法是，包括和Insa 360的小伙伴们聊也是，就是如果您想简单，那你用他自己的软件，按照他的说的做就行。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完全满足各位的要求。那比方说时间轴，什么意思呢？就不管是 Go 还是像大疆的 Pocket 3，他们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其实本身是不联网的，然后它也本身不和 GPS 发生关系，也不像无人机，所以它的时间校对就只能依赖和手机蓝牙的配对的时候，接电脑都不行。所以就导致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没有时间校对、联网校对的这么一功能的电子表。那你对完一次以后，它的时间肯定是不会那么准的，就可能一天快2秒，或者一天慢2秒。然后呢，它靠什么对齐您的运动数据呢？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跑到这儿，它怎么知道我在这个运动数据的时候是哪儿呢？是靠时间。那运动数据的时间是哪儿来的呢？是卫星定位系统给的，就是说它是肯定准的。所以它的尴尬的点就是，如果那样做的话，有可能会对不起这个轴。但是呢，我也有个小妙招，就是如果您要是拿电脑的软件做，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您拿手机的 APP 做，用它官方的 APP， 其实它可以在配对成功校对时间的时候，它其实知道这时间差的，就可以做计算。多段视频怎么做？我现在都是用第三方软件，用运动的原始数据，就是那个 FIT 格式。大家如果是用佳明，应该叫做下载原始数据；如果是用高驰下载的时候，就是它明确告诉你 FIT， 然后自己去解析。如果自己去解析就简单了呀，你怎么对时间轴呢？你也不用看那文件时间，你就在，比方说我这一段开始录，我开始录的时候，我看一下表，我说现在是几点几分几秒，然后你跟你那个运动数据的几点几分几秒对。我猜现在在视频媒体做加浮层的小伙伴们，基本都会这个办法。可能唯一要面对的就是软件的 bug， 我遇到过的。看看啊，每个月跑400公里，不休息，每天12到15公里，是不是应该调整成每次长一点，加入休息日？您说的特别对，是应该这样。一个月400公里不休息，这个怎么说呢？跑的，
跑的又有点多，哎，有点少。您一听400公里不少了，但是呢，您单次的距离都在15公里以内，又有点少。不休息就导致训练没有节奏。就像我说前几年我不敢休息，不是说没有休息日，就是说不敢把训练变成几个月一个阶段，是因为比赛的原因，这样不好。您说的特别对，您可以增加，而且您都400公里一个月了，我的建议是增加到20公里一次，就是您至少有几次是20公里，这样有节奏感。下一个还是 Go3S 的问题，说那个闪存伴侣都断货了，是吗？我已经到货了，我是在这边买的，Big Camera 还有积分，这边是那个单独的小主机，Big Camera 没有货。我后来自己又买了一个白颜色的 Go3S 的摄像头部分，在官网买的，就是日本的官网。但我发现还是从中国寄，应该今天就拿到了。那个是这边没有现货。那个闪传伴侣主要我倒不是用它传，因为其实128个 G 2个多小时您拍 4K， 大多数时候拍不完，就是用它能简单充电。我也试了，把它和一个充电宝放到包里，倒是在54.5公里的时候充电。本田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那充的还是挺快的，就是好像是因为我没有测它的那个功率，充电功率没有那个小设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回头我问问360的小伙伴。抱歉，我老直接说360，应该说 Insta 360，要不然容易误会，对不对？至于拿那个和在电脑和相机之间传输数据，和拿相机本体速度没有差别，都是480 Mbps 的连接速率。还有一个直播是在 B 站嘛？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您可能看不了的平台同步。而且您看那直播回放的弹幕，那都是当时现场的弹幕，就 B 站自己这个回放就有这个优势。原来我都是把弹幕下载下来，然后拼到视频上，再放回放给各位看。现在用他自己那个就好一些，就看什么时候能有比较准确的实时字幕了。现在这些模型训练主要就是中文的语料素材资源太少了，然后中文的素材你找人做标注啊什么的成本也高，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数据值钱，数据标注、洗数据这些都水涨船高价格，对不对？1分钟快慢怎么弄？是休息还是慢跑？那我不是全程录像了吗，小伙？1分钟的快几乎就全力以赴，就是那全力以赴到你别1分钟到了你就动不了了，然后1分钟的慢就慢跑呗。对我这个能力来说，我1分钟慢的时候大概是4分50到5分05，快的时候3分半，差不多。下一位应该是女性跑者，她说98年的，跑步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她男朋友练力量呢，看她跑步说她的姿势不好，先练力量，再跑步。这观点怎么说呢？绝大多数普通爱好者跑步遇到的问题，跑步都能解决。但是呢，通过力量改善跑动经济性没有什么错，只是万事都不能走极端。
就人家现在就停跑，就练力量，回头再跑也不好，就顺其自然。力量方面呢，对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啊，对普通跑者，力量是一个补短板的方式。什么意思？你就找你最薄弱那一环节练一练，效果也明显。然后呢，也不需要费那么大功夫，就能看到一些效果。在跑步上，差不多就是这样。反之呢，您下了特别大力气练，可能不一定在跑步上就能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它的支出跟收益的比例不是匀速上升的，不是不变的，对，可以这么理解。还有来吗？然后是现在还用高驰的炮弹吗？用啊，就是如果比赛的芯片要绑在鞋上，或者雨特别大，我就不用 Stride。这是目前我的安排。行，今天准备的都回完了，我再跑一个折返，今天也就回家。咱们训练后见，加油干，加油干！6月20号星期四清晨7点训练结束，第4个训练日。今天跑的少，今天就跑了13公里，平均配速4分46，心率143。今天又轻松跑了，然后明天休息日，后天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跑一个长一点的距离，因为下个周末就是比赛日了，后天是22号，就是提前8天。我觉得问题不大，试试看，因为这跟马拉松比赛不一样。像马拉松比赛，赛前的前一周那个周末，可以搞一次8公里或者是10公里的速度跑，在你的阈值配速左右或者快一点那种，找速度感。但是超级马拉松虽然我没参加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耐力第一，速度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行吧，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然后我就休息。关于这个相机还是挺好的，但是我其实挺期待更多的进步。Inside 360的小伙伴们还说要跟我聊一聊，约个时间聊一聊关于这种产品我的想法。我觉得摄影摄像可能又快迎来了一个大的变化，可能下一次的突破就是要么是电池，要么是感光元件。我不成熟的猜想，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